发芽了。瑰丽大唐，繁华强盛，池塘清清，美人依。瓜甜吗？是我。春琴回头看去，黑猫竟然向他要瓜吃。春琴被吓个半死，放下瓜就跑去房间之内。再次向窗外看去，我在这儿呢。黑猫让春琴过来，他告诉春琴，石榴树下有钱，让春琴拿去用，而黑猫会再来。丈夫陈云桥回到府中，春琴急不可待，向他诉说了黑猫的事情，接着把一罐子金钱倒了出来。而此时日本遣唐驱魔师空海也终于来到了这长安城中，踏上了这片梦想中的土地，他的内心波澜壮阔。不过此行空海是为驱除邪祟而来，起居郎白乐天则记录着当日发生的事情。眼看皇帝已经7个日夜睁眼无眠，空海当即就要做法。白乐天只能按照内官李少监命令，记载着皇帝死于风邪。郎官告知空海严守当日之事，不要说自己进火皇宫。白乐天找到空海，直言皇帝并非死于风邪，而自己身为起居郎，不知皇上的真正死因，自己下不了笔的。空海则追问白乐天，宫中的御猫是不是黑色？可已经在宫中工作3年的白乐天，却从未见过宫中养猫。空海拿出伏地跪拜时手上所沾的毛发，白乐天一看，居然真是猫毛。看来这猫不但进了宫，还靠近了皇帝的卧榻。皇帝已死，后期李诵。而这个李诵正是要登基的太子。陈云桥正要和春琴翻云覆雨，春琴却说黑猫明天还会再来。春琴让云桥明天多买些鱼回来，这鱼不用大，因为黑猫只吃鱼眼。白乐天来到御城房内，偷偷拿到了凤栖楼的钥匙，顺着假山里的暗道打开了房门，进到这房间之内，打开几层柜门。巡夜的说，这是前朝的旧宫，怎么会出现响动？巡夜人仔细一看，居然是只黑猫。白乐天第二天再次找到空海，他告知空海，巡夜人确实看到了猫，而且白乐天告知了空海，金吾卫陈云桥家里也去了猫，而且这猫还会说人话。空海不知可否，就要离开，直言这事情和自己没关系了。而白乐天为了专心写诗，也已经辞官。白乐天其实是2榜进士，本来可以做大官，可他立志要把自己想写的诗写完，这才进宫做了起居郎。而他要写的诗歌正是《长恨歌》。空海很快猜到这诗歌是关于皇帝和妃子的，两个聪明人在一起说话却是简单许多。空海来大唐的目的则是想拜青龙寺惠果为师，可是他连山门都没能进去。白乐天则告知青龙寺是密教祖庭，惠果做下弟子数千，可惠果心高气傲，竟然说没人够资格做他的弟子。两个年轻人边走边聊，前面的瓜翁吸引了二人注意。空海知道这是幻术，周围的人也都中了术。正要离开之时，瓜翁拿瓜而来，他看出空海居然没有中术，而空海则看出架子上只有1只真瓜。老翁直言空海能看穿幻术确实不简单，他送给空海1只西瓜。可走了一会儿，空海才发现自己居然捧着1只鱼头，可等白乐天要扔掉之时，居然又变回西瓜。这瓜翁幻术如此高超，但这也突然点醒了空海，他相信猫说话也可能是真的。两人立马就去找陈云桥，而老陈正带着一帮同僚前往长安第一妓院胡玉楼。空海和白乐天紧随其后，这胡玉楼繁华异常，笑语不断。玉莲不小心碰到陈云桥，却一眼被陈云桥看中，结果这却惹恼了丽香。陈云桥本来一直是丽香的相好。空海赞叹，这才是大唐风流。自己来此正为侍奉仙女，云桥这里正在欣赏胡地舞蹈。此时丽香走了进来，可云桥并未正眼看他，而是直接搂过了玉莲。黑猫突然出现，询问陈云桥钱花完了没有，同时笑言这是小猫又来送钱了。
陈云桥一听被同事嘲讽，便扔过一条鱼来打发黑猫，黑猫却要吃眼珠子。众人当即拿剑戒备。黑猫告诉陈云桥，欠下的债总是要还的。黑猫要第二天晚上去他家做客，而后飘然而去。我的眼珠！陈云桥赶回家中，招呼自己妻子春琴。而空海则告知皇宫内官，两处出现的是同一只猫，而且这只猫的一条腿受过伤。内官李少坚追问，难道皇帝的死是一只猫做的？空海给出了肯定的答案。而太子则刚刚登基，但典礼完成之时，太子却偏瘫了。少坚询问谁能降妖除魔，白乐天直接吹了一通空海，两人顺理成章调查此事。空海质疑妖猫为何要攻击陈云桥，白乐天告知空海，陈家3代都是金吾卫，专门负责保护皇帝，他们家是世袭的家庭。黑猫也曾经说过，欠的债总归要还的，谁欠的债，欠的什么债，让金吾卫也遭到袭击。一连串问号打出，白乐天想到此事一定和前朝有关。深夜之中，陈府锁门闭户，两口子都在惦记着黑猫，而院子之中则满是驱邪的术士。陈云桥提剑而出，陈云桥直接锁起了大门。白乐天两人则来到胡玉楼这里，玉莲晕倒之后就一直昏迷。空海一看玉莲这是中了蛊术，去取一块带血的生肉。陈云桥也跑来了胡玉楼。女人怀疑是丽香给玉莲下的蛊，原因是玉莲抢走了丽香的恩客陈云桥。空海则猜测未必是丽香。陈云桥一看空海有这等本事，当即现身请求空海搭救春琴。等到白乐天两人赶到陈家，春琴正独步于屋顶。云想衣裳花想容。两人来到内室，却发现春琴正在熟睡。空海知道屋顶之上是幻术，因为月光下没有影子，而且只有猫喜欢在屋脊上行走。贾春琴屋顶所吟诵之诗，正是唐朝大诗人李白所作。空海追问诗歌是什么时间在何地所作，白乐天当即把空海带到一处地方，这里正是天子藏书楼。书上记载，天宝15年，李隆基在花萼相会楼给贵妃举办生日宴，当日万方来朝，宾客如云。玄宗让大诗人李白为贵妃作诗一首，正是云想衣裳花想容。而白乐天也非常向往那个壮阔瑰丽的时代。空海一心想着查案，质疑李白诗作星汉灿烂，妖猫为何偏偏要念这首关于杨玉环的诗？空海断言，这妖猫是念给白乐天听的，而白乐天要写的爱情诗正是关于玄宗和杨玉环的。空海再次找到了瓜翁，询问幻术的真谛，而瓜翁则告诉空海，幻术之中也有真相。空海谢过瓜翁，飘然而去。两人再次来到陈家，白乐天怕自己会被妖猫吃掉，但空海却让他放心，妖猫应该知道他在写《长恨歌》，正要看清树下女人。进到里面，贾春琴招呼二人，他知道二人的姓名，也知道二人的身份，他更知道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已经写完，但是白居易一直不满意。而春琴还说出白居易诗里所写是假，甚至李白写给贵妃的诗也是假的。白乐天很不服气，但春琴却说出当时他就在现场，而这个春琴的真实身份正是皇帝养的玉猫。他诉说着自己的遭遇，因为一场战争，皇帝抛弃了玉猫，玉猫也被活埋，因此他才报复皇帝。而陈云桥的父亲正是当初动手活埋的金吾卫。白乐天质疑一只猫不可能活30年，直到30年前的旧事。白乐天追问他到底有什么秘密想让两人知道。我的命不就和他一样吗？春琴总算被二人救了，陈云桥当即宴请两人。白乐天听出现场演奏的正是唐玄宗当年为杨玉环所作的《霓裳羽衣曲》，但是此曲安史之乱后已经被禁。空海轻轻一点，瞬间破了这幻象，而春琴临死前说出：“
别埋我，地下牢。陈云桥则变得疯癫起来。空海悟道，这妖猫所指之人正是前朝贵妃杨玉环，而妖猫则是要想告诉二人，杨玉环也是被活埋的。白乐天却不愿意相信，他一直所崇敬的玄宗与杨玉环之间的美好爱情，居然会是这样的真相。空海点破白居易，妖猫一路都在引导他，让他知道杨玉环的死亡真相，因为他正在写《长恨歌》。白乐天愤恨不已，拿出了从凤栖楼偷出的东西，正是杨玉环送给玄宗的爱情信物，那是杨玉环的一缕头发。他反问空海，如果玄宗不爱杨玉环，一缕头发何至于留存至今？空海则知道白乐天心中一直也有疑问，只是不愿承认。在白乐天内心深处早已质疑这爱情故事有假，所以《长恨歌》才会写了这么多年。空海也告诉了白乐天关于自己的事情，他并不是驱魔师，他只是顶替师傅而来，为了求取无上秘法，寻求了脱生死之道。而自己在遭遇海难之时，也完全将佛法抛到了脑后。坦诚相向的二人决定继续寻求事情真相。他们找到了贵妃身边的宫女，白首宫女告诉二人，贵妃死的时候她在场，是皇帝下的令，她亲手绣的白绫，而后交给高力士，但她并没有目睹高力士勒死贵妃的场景。再次见到贵妃时，贵妃已经死了。金吾卫的陈玄礼亲自验看，陈玄礼把香放到贵妃鼻子前，香烟不动，证明贵妃已经断气，而死后的贵妃样貌安详，就像是睡着了，容貌甚至比活着的时候更美。听完这些，二人赶紧离开，而妖猫则来到这里。等二人回过神来，老宫女已经身死。两人查找马尾义兵变时在场的人还有谁活着，而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日本人朝衡，不过此时他早已去世，只有一个侍妾白灵还居住在长安。两人赶紧来找白灵，从言谈中得知，朝衡也一直想弄清楚杨玉环是否是真的死掉。而后空海要到了朝衡的日记，而朝衡也是众多喜欢杨玉环的人当中的一员。日记中清晰记载了大唐的盛景以及杨玉环生日时的盛况，而朝衡决定当晚亲自向杨玉环告白。现场的幻术表演精彩绝伦，杨玉环来到此处，幻术大师黄鹤现身，两个弟子白龙、丹龙接着出现。杨玉环把头上簪子给到了丹龙，还教导白龙要懂得感恩回馈。而大诗人李白在还未见到杨玉环之前，就写下了云想衣裳花想容的千古诗篇。朝衡单独来找杨玉环，玄宗知道朝衡要说什么，立马宣示自己的主权，而且给朝衡留下了4个字：极乐之乐。实际是表明自己是皇帝，可以驾驭所有人的喜乐。极乐之宴上，最后一个出场的人是安禄山，玄宗击鼓，安禄山跳舞，整个宴会到了高潮。当时安禄山要造反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天下，但是皇帝依然款待了他。可极乐之宴10日之后，安禄山大军起兵造反，起兵的名义则是要得到杨玉环。护送皇帝出逃的金吾卫突然在马尾驿发动了兵变，逼迫皇帝杀死杨贵妃，以平息安禄山的叛乱。玄宗让众人把门打开，高力士带来了谈判大臣杨国忠的人头。陈玄礼带领众人在外等待，让高力士将杨玉环的人头送出。朝衡单独找到杨玉环，想将杨玉环带去日本，杨玉环却不想这么做。自古所谓红颜祸水，杨玉环早已猜到自己最终的命运。此时黄鹤站了出来，他能保皇帝平安，贵妃不死。丹龙当即躺下，黄鹤介绍这是世界大法，用针可让杨玉环长眠，刺下之后呼吸、脉搏、心跳全部停止，然后封棺下葬，等事态平息之后将针拔出，再迎回贵妃。玄宗无奈，准备按黄鹤的办法做，但是白龙却出来阻止，却被师父黄鹤直接打倒。杨玉环最终同意如此做，将头发交给玄宗。黄鹤刺针不久，杨玉环便和死去一样。玄宗为了应对陈玄礼查验，让高力士在贵妃脖子上勒出勒痕。陈玄礼前来查验尸体，玄宗则和高力士演戏，表明是高力士自作主张勒死贵妃。陈玄礼最终相信了皇帝，原来这天下最厉害的幻术大师是玄宗。
是他故意欺骗杨玉环，让他带着希望走进了死亡的牢笼。皇帝最终将杨玉环埋在了故人墓穴中，所有的知情人全部都被处死。朝恒知道自己也逃脱不了，而陪伴杨玉环的则只有皇帝的那只玉猫。而朝恒还在日记中记载了杨玉环的埋葬地点。空海和白乐天一路找来，石门居然是开的，看来之前有人来过，而且棺材也被人动过。两人拼命打开石棺，里面空无一人。空海跑到棺材之中，石棺的内盖满是指甲划出的血痕，看来杨玉环当时并没有死。猫妖此时来到了这里，他告诉二人，杨玉环知道世界大法是骗局，但是却不知道自己会在棺材中苏醒。杨玉环被安葬后第二天，白龙和丹龙回到这里，想要救出杨玉环，可丹龙却告诉白龙，杨玉环已经死掉，是皇帝和师傅黄鹤密谋了一切，给贵妃的酒里也已经下了蛊毒，丹龙则正是他们的帮凶。白龙最终与丹龙分道扬镳，丹龙也深知人心黑暗，他离开此地，决定寻找一个不再痛苦的办法。从此以后，白龙手捧黑猫，一直期待着杨玉环的复生。不久之后，杨玉环的尸体开始出现蛊虫腐败的特征。白龙全身腐败，但他不能死，死了便没人能陪伴杨玉环。自此以后，白龙身死，黑猫复生，而黑猫和白龙的记忆融合到一起。冥冥之中，他也听到了杨玉环在石棺中的嘶喊，而后白龙便开启了复仇之路。而黑猫白龙依然要复仇下去，他要杀的下一个人正是丹龙。瓜翁来请白乐天和空海赴宴。当年的场景再次呈现，而瓜翁竟然就是丹龙。杨玉环的尸体被带到了这里，丹龙也把白龙的身体从水中捞出，一直放在冰窟之中。丹龙了却心愿，让白龙杀了自己。白龙却没有动手，他知道杨玉环身死，自己只是舍不得这份执念。一只白鹤突然出现，空海则通过此事参透了无上秘，而白乐天也写好了自己的诗歌，一字不改，因为世假清真正是无上之秘。空海再次来到大唐青龙寺，这次山门打开，慧果大师正在等待空海。见面之前，空海也已经知道丹龙就是慧果。